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大冰块。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还不快来了解一下？那我们在这台车上 Model Y 上同样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在这一块啊，这个就是它紧急解锁的那个钢，里面还是一个六边形，像纸一样的薄啊。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那我是薛俊峰，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大冰块。今天呢，就到了这台 Model Y 的最后一期啊，就前后门内防撞梁和甲醛那点事儿。昨天和前天呢，说了好多这个车防撞梁部分，包括说底盘的部分，对照了一下 Model 3，差别呢有，但是呢的确不大。当然，如果说小伙伴啊对这个科技很感兴趣的话呢，还是要去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包括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还有我们的网站3w 大飙车全拼.com 都是可以的。好，今天呢就是最后一期了，聊聊这台车前后门内防撞梁和甲醛这点事儿。这个门呢也是一个无框车门啊，我们也是非常辛苦的拆的，并且呢这个门啊不好拆。然后可以看一下里面，首先新棉面积还是很大的，也是原生棉的状态啊，锁边呢锁的也是很整齐的，但是厚度啊很一般了。这台车的整体的隔音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当然说的，如果小伙伴有点不满意的话呢，还是可以去再加强一下啊，这都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把新棉打开以后呢，还是会看见里面呢是有很多种材质相拼接而成的，是因为它的门的内饰板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材质去拼接的，是因为对于门板的话呢，什么样成本最低？就是通透啊，都是硬塑料的。但是像这种比较复杂的话呢，它的工艺就会更多一点。这台车呢，它的前门开启呢是有两种方式，正常使用时候啊，摁上面那个钮，有一个电磁阀的释放，然后呢，这门嘣就自动打开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应急状态下啊，会有一个紧急的叫机械式物理开启的方式。它这儿有一个杠杆这样一个东西，这一块呢是和它的车上面就这一个绿颜色的东西是跟钢索相连的，然后一拽，就可以拽这根钢索了。其实它的结构是很简单的，上下是锻造式的门铰链 ，Model 3呢还是那种普通的冲压式的门铰链。正常使用的前提下，这两个门铰链呢的确差别不太大，但是从强度来说，材质相同情况下，锻造的就是比冲压的强度要强。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评分表里面呢，这种锻造式的门铰链它是会多一分的。那下面呢是它的纤维器包塑的形式啊。好，我们还是回到门来看。首先呢，这个门呢都是铝合金的一个材质，不光是蒙皮，然后里面呢也同样是，它是全封闭的门，气压式传感器就在中央这个位置，然后也看到这边是玻璃升降器，然后下面呢是照脚的一个小灯啊。这个为什么把它插上？这个门很奇怪，如果我把它拔下来以后呢，它的这个门呢是一个锁死状态，我把它拔下来，你看它就会自动的向上，我这个门再关就很危险了，它的门的玻璃上沿是直接卡在橡胶条里面的。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的车有类似于这种的故障，或者说你这个灯坏了，不要使劲的去关啊，这个会损害你这个条的。那这台车的里面呢是有一个 W 型的防撞梁，然后加强筋呢是没有的。好，这就是前门这点事儿。那我们现在呢去后门看看后门它到底有没有那个解锁钢索呢？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好，那么现在来到后面跟小伙伴去说一下，那门的内饰板呢和前面也是一样啊，新棉的面积也是很大的。后面呢它就没有那个紧急开锁的那一个开关了。之前在 Model 3的时候呢，也会看到后门是有钢锁的，它只不过没有连上。那我们在这台车上 Model Y 上面同样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在这一块啊，这个就是它紧急解锁的那个钢锁。当然我们拆完门以后嘛，也是在聊它为什么这么做？说这门呢，可能啊之前不知道是谁家的有这个东西，我也懒得改了，然后呢我还放在这儿了。好，那我们也是会看到后面依然也是一个无框式的车门。那门铰链呢，同样跟前边也是一样，上下都是锻造式的，下面呢也是包塑式的纤维器。门呢也是一个全封闭的门，并且我们在后门呢也是看到了气压式的传感器，里边呢有一个小的洞啊，一个凹槽，在里面呢就是它一个感知气压的一个精密的部件。如果说发生侧面撞击的时候，在整个撞击力量还没有传达到计值传感器的时候，因为你的门板蒙皮是软的嘛，在气压骤变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挨撞了。这时候呢，气帘会提前那么一丁丁点
弹出来。气压传感器啊，我们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车在用。后门呢跟前面是一样的，有一道 W 型的防撞梁，但是呢是没有加强筋的。我们看到过的绝大部分车型门上面呢是一个电脑的，比如说你的升降器啊、灯啊、你的气压传感器啊，包括说你的电子解锁这些东西都是通过门锁电脑去控制的。其实车呢是有很多电脑的。我们说啊，一般的康 bus 总线，对吧？首先呢，它有发动机的电脑，对吧？有舒适系统的电脑，气囊有气囊的电脑，座椅有座椅的电脑，门窗有门窗的电脑。其实这一切的一切，对于这辆特斯拉而言，至少说我看到过的几个啊，都是不存在的。俗称说的 ECU。前面没有吧？门上面的这个电脑没有吧？座椅下面特别的空，也没有那个盒，而代替的是它有一个中央处理器。大家看啊，就是它的门的限速就是一根大限速过来以后，直接分几个限速到每一个部件就 OK 了，它不需要再去额外处理了，因为它的中央处理器它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玩386跟486电脑的时候呢，除了 CPU 之外啊，还有什么叫做协处理器，对吧？您要想电脑出个声您还得买块声卡，想出个影您还得买块显卡。现在的电脑什么样呢？它已经非常的集成化了。声卡不用了，这个主板上面有一个小芯片就够了，是不是？现在显卡都已经集成到 CPU 里面了。其实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会让你整个的制造成本是越来越低的。但是前提是人家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处理器，并且可以同时处理这些所有东西的核心的东西才可以去达到。行，这个门呢这块呢就跟小伙伴去聊到这儿了。那么现在呢去看看这台车后排钢板到底有没有呢？去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钢板的情况。Model 3后排有钢板啊，这理论来说呢，这台车我们应该也不太去担心嘛。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拆开看一下后边的这个板呢。是可以单独的去拆下来的，是有相应的卡扣啊，也是一拔就可以了。这也是一个非常薄的一个塑料板。那把这个塑料板拿开以后，你会发现，它的座椅后面呢，的确是没有钢板的。那这点呢，跟 Model 3相比呢，我们叫做已经被减配了啊。但是呢，有一点什么呀？这一个座椅的后面呢，除了这个金属的骨架之外呢，后面还是有一层相对而言较厚的塑料板去作为一个背板去使用的，而它的材质呢是 PPGF20，也就是有20%玻纤的这样一个 PP 的材质。当然了，我还会说评分就是评分，钢板依然有它钢板非常优越的性能。我们还是会说这辆车是没有钢板的。但是呢，毕竟啊，说有一块东西，我们不能当它没有。相比那些后面就是一块瓦楞板的车型来说呢，还是会强一些的。中间座位椅和那边座椅呢，基本上也是这种状态。这个分数，这台车就没有了。那我们呢，现在去最后一个项目，就是底板的材质和它的甲醛情况到底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好，那也是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地板的那些材质。大线呢，我们可以看到有2个线缠绕呢是缠得很密的，并且是用布基的形式进行缠绕的，并且呢，它的线是卡在一个塑料的轨道的槽里面的。我们还是会把这个叫做检修盒的这样一个东西，它的意义呢，就是让线可以去更好的固定，并且尽量少的和车身相接触或摩擦。这条线呢，也可以看到啊，和这个塑料的这个架子呢固定的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称为它有检修盒的这种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下面的地板填充物，会看到的像日产比较惯用的一个发泡材质作为这台车下面的主填充物。当然它的地毯呢中间会有一层相应的防水的薄膜的。之前的特斯拉呢都是那种发泡的材质，那这种材质呢虽然说对于我们而言呢也是会称为这种叫做原生的材质，但是呢这种方式吧，我只能说感叹一声啊，特斯拉也学精明了，对吧？在这种降本增效的路上也是啊更进了一步，就用了的确相对而言成本更低的发泡塑料的这样一个材质。我们也会看到它的颜色是黑颜色的。接下来呢依然是会用 ppm 这个仪器呢去测试一下3个位置相应的半定量的极端测试，分别是座椅、地板跟顶棚。座椅的测得了它的数值呢是0.031毫克
克每立方米，这是最高的一个数值啊。地板呢是0.028毫克每立方米，顶棚呢是0.030毫克每立方米。那我们依然呢还是最关键的时刻来了，空气甲醛和 TVOC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现在呢去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车内甲醛和 TVOC 释放量的测试环节了。当然我们依然还是先看看甲醛这块呢释放量到底是如何的，用的是分世纪分光光度法的方式呢去进行测试。当然我们的车呢也是和之前一样啊，23度上下1度，恒温静置16小时之后，驾驶席的位置啊，通过一个医用的硅胶管抽取等量的10升的空气，并且和分制剂相融合。最后呢，在我们仪器上面显示呢是0.07毫克每立方米，就是这辆车甲醛释放量在我们的这个仪器里面呢去显示出来的一个数据。现在呢就要去看看这台车 TVOC 的释放量到底是多少呢？现在去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呢看一下 TVOC 释放量的测试，和刚才的甲醛一样，我们的车呢也是要23度上下1度，恒温静置16小时之后呢，通过硅胶管呢吸入相应的空气啊，在这个测试 TVOC 的仪器里面呢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数据的显示。当然 TVOC 呢也是甲苯类这些有机挥发物的一个总称。好，那最后呢也是看一下这台车呢在我们的仪器里面显示的数据呢是0.43毫克每立方米。好，这就是这台车最后一项测试了。那我们现在呢就回到车前来看看这台车在今天这个环节它的得分到底是多少，以及在我们的积分榜上面它的排名到底是如何呢？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好，那最后到了总结的时候了，那我们依然是老规矩，在说今天最后一期得分之前呢，也是先要回顾一下我们在前几期节目的分数。首先呢，这台特斯拉的 Model Y 在前后防撞梁的部分呢，在满分61分的情况下呢，它的得分是46分。那在底盘的部分，在满分55分的情况下呢，它的得分呢是45分。那在今天呢，前后门内防撞梁和甲醛的部分，在满分43分的情况下，它的得分呢是32分。那我们也是看了一下 Model 3的成绩啊，这辆车呢是一模一样的，虽然呢这个里面呢有东西不同，最后分数是一样的。那其中呢Model 3是有钢板的，这台车是没有钢板的，所以说钢板这块呢会有失分。但是呢Model 3呢它的门铰链呢双压式的，这台车呢是锻造式的，还有一些其他部分，所以说呢相互抵消，非常凑巧，分数啊的确是一样的。这台车呢后面的头枕呢都是完整的，中央呢我们虽然看到是平的，但它的确是一个可伸缩式的带有独立骨架的这样一个头枕。非常关键的来了，那这台车在我们的积分榜上面呢，它的得分是多少？我们现在积分榜上见。宣布一下这台车最后的得分。首先呢，这台 Model Y 呢，它的起步价已经超过30万了，所以说它的这个调的颜色呢是橘红色的颜色。好，那这台2021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Y， 它的试驾成绩呢是69.5分。那其中呢，我们的积分表里面呢会有一个4分的减分，就是因为试驾时候有跟小伙伴说了嘛，取消了回电选择这块呢，我实在是有点不太能适应。它的拆车成绩呢换算为百分制以后呢是77分，依然呢还是按照25%和75%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去进行计算。我们精准到小数点后两位，那它最后得分呢是75.39分，是在电车这个行列也是比较靠上的一个分数了，是要比特斯拉的 Model 3呢是要低一点点的。那这块呢主要是来自于它的拆车成绩，因为毕竟后排钢板啊前后的防撞部分呢也是有一些分数的差距的。那我们现在呢还是会用几分钟时间呢跟小伙伴再去聊一聊这台 Model Y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先跟小伙伴去说一下这台车的大致一个优缺点。外观呢也是见仁见智，这点事儿之前也聊过嘛，简直就像是一个过了年吃胖了的 Model 3。变大之后呢，的确有它的优势啊，它里面的内部空间比特斯拉的 Model 3呢还是要强不少的，毕竟像是一个类似于 SUV 啊。但是说实话，它的官方的定位啊还真不是 SUV， 它叫 CUV， 是交叉多功能性这么一个车。当然我们呢也把它称为一个 SUV 这种状态。外观内饰呢跟之前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依然是特斯拉那套按钮又少，然后非常有现代化的，包括说大屏等等这些东西。外面里面呢跟 Model 3相比啊，的确没有什么变化，开啊也没什么大毛病，该快还是快。当然呢，有一个槽点呢，我是必须要说的，就是在试驾过程中酌情的减了4分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现在呢没有回电可调的这一个选项，就是它现在一直就是一个最大回电的这样一个状态，很难去适应。能不能适应？我答案是能够适应的，是需要你的右脚要更精准一些才可以。在录节目的时候呢，网上呢传了一个小视频，一个哥们儿坐在车里面全程的直播，
一个 Model Y 啊，哎呦呦呦，他要造车了，这哥们儿估计得揉把，最后咣一脚，哇一下把他的车给撞了。就是因为这台车呢，它的起步呢是有一定的技巧的，它默认情况下是你要踩你的电门，它才可以走。尤其是像在视频里面那样去揉车揉库的话呢，一定要把它放在缓行的那一个档，开起来呢才会更像我们普通的 AT 的这种自动挡车会更像一些。当然了，我还是再三的去吐槽一下它的这个毁电的这么一个选项吧，它取消了的确会非常的不适应。除此之外，开的过程中真的没有什么太多槽点，是因为特斯拉在电控这一块来说，依然走在了很多电动车的前面会更多一些。拆解的过程中呢，也会发现对于 Model Y 而言，相比 Model 3还是有着长进的。当然了，后排钢把给取消了，换成这个塑料板的塑料板吧，我不能说没用，但是呢，对于防御后面穿刺来说，它的能力是没有钢板要来的强的。除此之外呢，特斯拉依然还是一个很好开的，包括说它的技术非常强的一台电动车。拆个过程中也跟小伙伴去讲了很多关于它一些高度集成化的这些东西，这也是现在特斯拉在制造包括说设计中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一步。这台车呢是33万多，然后贵的点的话，我印象中是36万多。小伙伴可能会说它相比其他的电车而言有点贵。其实说实话，Model Y 相比进口的来说，它的价格也已经是挺香的了。也有很多小伙伴在问，我是买台 Model Y 呢，我还是买一台宝马的 X3 呢，我还是买一台 Q5 呢？其实从这辆车本身而言，它是一个4驱的车型，它和那些车真的才是一个直接的竞争对手。它真正的分那个蛋糕，不是去分其他电动车蛋糕，而是去蚕食传统汽油车。对于 Model Y 而言，是那些 SUV 的车型。33万，我们现在看起来的确横着看的话 ，OK， 价格其实相比国外当时的那个价格已经便宜很多了。因为当时谣传说可能要达到50多万，结果我一看，哇，33万。从它的硬件再去分析一下，首先这台车是一个4驱版本，是一个长续航版本。如果它像 Model 3一样出一个2驱标准续航的话，它的价格一定还是可以再往下降的。我大胆的预测一下，再降5万块钱，大概价格在28万左右。我觉得这个不是不能达成的，并且我们在拆的时候也会看到它高度的集成度，成本会分摊的更低一些。现在的可能更多的成本是它的前期的研发的成本等等这些东西，是因为特斯拉这家公司和其他的传统企业有着非常不一样的东西。丰田张楠人家老先生也是diss 了一把特斯拉，我也是diss 这把电车，说电车不行，我的轻动力才是未来的方向。对于我个人而言呢，我的确也说过说现阶段来看的话呢，轻动力呢，如果说你的这个基础建设能够做得不错的话呢，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当然呢，我们还是会牵扯一些什么安全不安全的问题，我们就说从使用这块来说咚3分钟就把氢加完了以后呢，500公里、800公里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对于丰田来说，他想的依然是我造车卖车，对吧？但是特斯拉想的是有点不一样的。丰田这一个传统的保守的经营了几代人的这样一个大的全球化的车型超级多的汽车帝国，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现在的市值多少钱，对吧？你再看一下特斯拉的市值多少钱，搁谁咽得下这口气？祖辈弄得这么多，一看市值还没有特斯拉值钱呢。现在特斯拉它的市值已经达到700-800亿美金这样一个规模，丰田也好，还是本田也好，还是 BBA 也好，还是所有的新闻网上面这些汽车厂商，它终究相对而言还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企业。它想的是什么？2个字儿：造车。我造好的车，对吧？我造性价比的车，我要赚钱，然后呢，造更好的车，卖车再赚钱。但是特斯拉呢，它的市值，包括说它的里面的一些更核心的东西，来自于它软件的部分。所以说，对于汽车而言，它是去完成它软件的一个棋子而已，它才能够花
更多的钱去搞研发，把它的成本降低，便宜你香不香啊？对不对 ？Model 3在中国地区一个月销量这么多，它也是白纸黑字写着的呀。如果它更便宜的话，你放心，它卖的一定会更多。它的成本包括说分摊等等等等，它就是为了能多卖车而多卖车。这里面会赚很多钱吗？会赚钱，但是它的主要的目的不在那儿，要的是什么？你的数据，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当然，我们也是看过相应的数据啊。对于特斯拉而言呢，在美国现在已经是开始有这种贝塔版的自动驾驶的测试的，自动驾驶 AI 的这块部分是非常非常像人在开车的。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全球跑的所有的特斯拉都是它的测试车型，这点非常可怕。对于自动驾驶这一块来说呢，最早的时候谷歌在做，对吧？国内的话呢，百度在做，突然间杀出一个特斯拉来，它哪儿拿的这些数据？刚才说的那两家企业，它是需要我有一个啊、几个、10个、100个他们的测试车去实际路段去跑，让人去监测。特斯拉，我告诉你不需要，是因为全球的每一辆车都是它的测试车辆，就是牵扯另外一个问题，你的这些数据人家是怎么得到的呢？就是因为它的集成化的这样一个东西，包括它实时联网的4G，包括它所有的摄像头都是会把这些数据上传到他们的系统里面，并且去分析你的驾驶习惯，更加的丰富它以后自动驾驶的这套 AI 逻辑里面。当然，我们也是看过一个相应的数据啊，据说特斯拉它的实际路试的距离，就是我们所称啊全球的小白鼠在跑的这些路，是远远要比其他这些搞自动驾驶至少要超过10年的积累。这个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当然说呢，自动驾驶这一块呢，特斯拉现在来看的话，的确是非常非常先进的。我也不否认自动驾驶一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果特斯拉真的把自动驾驶搞定的话，整个的企业会更加的壮大，或者叫做更加的值钱。但是这个后背是什么？你所有的数据都是归人家所有，对吧？国内的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在重视这个问题了，我们也是会看到相应的一些报道。我跟你说2个实际的例子，摄像小哥他的一个亲戚呢是在某重要的部门去工作的，这个也不能说太多啊。在这个部门工作之后，达到一定的级别，你的车是不能够用特斯拉的，只能够用规定的车型，例如说红旗，对吧？这个是我们自个儿的民族产品吧。你的手机只能用华为等等，为什么？就是防止数据的泄露。当然说呢，我们说从这个数据泄露这块呢，它的确是风险。难道我们个人使用它就不是风险的吗？你做的每件事情，你去开的每条路，包括说你车里去干了什么，包括说你车里说了什么话，其实都是知道的。我甚至于觉得有可能我们在拍这台 Model Y 的时候，后台是不是有小人看着大冰块在这去聊这辆 Model Y， 都是有可能的。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在提这台 Model Y 的时候呢，手套箱里面呢是有一个特斯拉专用的一个 U 盘的，是记录你的行车记录仪的一些数据的。当时呢，这个 U 盘呢是插在上面的，刚开走没多远，然后嘣儿电话响了，说先生，您这个车呢这个 U 盘没插好，我们联系这个工作人员去帮你处理一下，因为我们刚开走没多远嘛，一会儿他的那个提车中心的工作人员呢就下来以后呢，把 U 盘给你重新插了一下。就这个可怕是什么？就是说他连我插没插 U 盘他都知道，你说我干什么他能不知道？所以说呢，对于 Model Y 也好，还是对于其他的一些现在的更多这种智能化的车型也好，甚至于手机也好呢，这也是一个不得不去重视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不仅仅是 Model Y， 其实我们依然到现在为止呢，是生活在这个被数据围绕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们不能够完全去摆脱，甚至不能够去拒绝这些东西。但是我希望小伙伴们心里面呢是有这样一个警示吧，你要知道如何去保护你自己，包括说保护隐私，包括说保护你的相应的权利等等这些东西。行，今儿呢就聊到这儿，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自己车自己做主打冰块，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打冰块。那我们下辆车再见，拜拜。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